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妈。今天我们要把包包来完成，做第3个步骤，立体内袋。首先制作编织的贴边，我们要数完一圈，这样子一针一针的去算。斜边也是，算完一整圈的针数，左右还有前后片一圈。那我们用锁针，在织一整条的时候呢，我们利用记号钩做固定记号。那钩好的锁针呢，要这样子顺顺的把针面都朝外，这样子的话你结合成一个圈的话才不会就是扭到。我们顺顺的找好第一针，然后把它合成一个圆。那钩一个锁针当高度，在每一个锁针上我们钩短针。钩到最后一针的时候，一样在第一针的地方我们引拔做结合，那一样是一个锁针当高度，继续钩短针。那钩完一整圈之后呢，我这边是有7层。那我们来量量看实际的宽度有多少，大约是4公分。那其中的话，第一层我们是当缝份，每个人钩的松紧都不一样，量好长宽。内袋呢，内袋的尺寸要扣除贴边，依长宽画出版型，需要另外加1公分的缝份。45度角的记号点很重要。那我们一共需要裁4片的内袋，在袋口的地方我们都要折烫1公分，先折烫1公分，4片都一样。斜边和底裁成一整条，需要2片，缝份要另加。在袋口的地方一样要折烫1公分。另外还需要塑胶的版型，袋身2片，斜边2片，底1片，依照实际尺寸减掉 0.7， 以45度角当基础，我们可以实际量一下。那左右的斜边呢，也是一样，以实际的尺寸量一下。那需要左右的2片，还有底1片。那我们的袋身呢，45度角的地方非常重要，中心点都要做记号。我们取2片的袋身，正面对正面，反面对反面。那先梳缝1圈，梳缝好，将就是袋底连斜边的2片呢，我们把它夹车，袋口是没有车缝的哦。那用珠针把它正面对正面，反面朝外，用珠针固定好。斜边的地方可以剪牙口，然后我们把它车缝起来。车缝好呢，就是往上面翻上去，那一样是把它梳缝1圈起来。梳缝好，我们另外的2片袋身，那中心点对齐。那45度角的地方，我们记号点的地方要把它做好，做出来。对，做出来。那一样是点对点的地方记号对好。我们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去车缝才漂亮呢？我们可以先将我们的斜边的那个地方
对齐一片的带身，都对齐好，我们再把另外一片包上去。这样子的话，弧度带型会比较顺。像这边是车好了，塑胶版型，所有的塑胶版型尖的点都要把它修圆。那回到我们的带部，带底呢选一边，把它先车缝固定起来。那我们先将带底从侧边、从斜边，慢慢的把它滑下去。那推到我们刚才车缝的指点，那我们再把另外一边的带底的那个我说很重要的45度角的那个线，也把它车起来，然后再陆续的把两边的侧边把它慢慢的装上去。那装好了，我们再把我们的前后的带身，那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的上下弧度比较圆的是底，那也把它慢慢的装上去。那装好之后呢，我们这整个带口，那先用珠针把它固定起来。固定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左右，然后在中间把它对齐好。对齐好，我们要梳缝一整圈。这时候把编织的贴边拿出来，在记号点，我们的侧边跟带绳一共是有4个点，我们把它对齐，就是侧身对侧身。然后用珠针把它固定起来。固定的时候一样是左边、中间，然后对齐我们的第一针的短针的平行线，把它固定起来。那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接着要把它车缝起来。那如果你没有缝纫机的话，你可以用半回针缝。然后因为它的编织的线很软，很容易就可以用手缝的。那如果车缝，记得要把它回针固定起来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一个很立体的，可以把我们的编织的带子把它撑起来的内带就做好了。那这时候呢，一样是把4个角用夹子固定起来。如果没有夹子，可以用我们洗衣服的大夹子，它比较好夹。把带底稍微把它撑起来，撑好之后一针对一针。那我们利用另外一条线，将我们的带身跟我们的贴边取一个平行线的第一针，把线勾出来。那线勾好之后呢，我们在原地我们就做一个锁针，在圆针目的地方穿过我们勾一个短针，然后把短针做一个结尾，勾起来。那一般我们勾的时候，我们是往左边走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是要往右边，然后一样把它勾出来。那一样是勾短针，那顺直就是一针对一针。那我们做短针，逆短针。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呢，对好针目之后，我们要把带口，那我们像这样子的勾法，勾一圈。那在
最后一针呢，我们直接把它拉起来，那剪掉，那要把所有的线头都藏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钩提把的挡片。那如果你是没有钩的话，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跳过，看下一个阶段。那钩4个锁针，1个锁针当高度。那我们要在这4针里面钩出4个短针，然后在圆针目的地方我们要加2针。那钩好呢，我们在圆针目的地方算第1针嘛，一样要完成4个锁针。那倒过来的话，一样是加2针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会形成一个椭圆形。那再把第1针的地方，我们引拔做结合。那我们接下来要钩第2层，这个的话是只有3层，一样在4针，我们要1个锁针当高度以后完成4针。那转弯的地方，刚才我们是有2针嘛，那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的2针都是一样，要各加1针。等于说我们2针钩好就变成4针。那倒过来的话就是一样是有4针，我们一样把它钩好。4针钩好呢，又是转过来另外一边。那2针一样是各加1针，有4针。到第1针我们再把它做结合。第3层我们一样把4针钩好。那4针的话，我们第1针不加针，那第2针的话我们要加1针。那在中间的位置的第3针呢，我们跟第2针一样，要加1针。那倒过来，我们加针的第4针，我们是不加，直接勾过去。那一样再完成4针，基础的4针，那就变成一样是4针里面有1针不加，中间的2针加。弄好我们就把它剪下来，这样就完成4个。如果没有缝合提把，也可以看看我们的缝合方式。那接下来我们把中间的位置找出来。那提把的中间的宽度两边各1半。那因为我们这边的提把呢，不要让它有压痕，所以我们用线来梳缝固定。那把针呢，从上往下先缝一下，然后我们再从底下呢缝合上来。那缝的时候指甲要注意，不要去让织带有压痕。然后缝上来之后呢，我们直接利用1段的线稍微打结固定起来。那固定3个点就好了。缝好的时候，缝到那个位置，我们再把它拆掉。先取1段的线，大概是3倍左右。在背面呢，我们先缝1次以后，再把结的地方再缝2次固定。那由第1针我们穿上来之后，把固定的线先剪掉。在第2针的地方，我们往下。那第3针呢，我们再往上。这样子的话，中间会有1针1针的间隔是没有缝的。那缝的时候，我们的针要拿垂直，这样子的话，底下会比较整齐，比较漂亮。
那缝到有疏缝的位置，就是把它剪掉。那这边的话，缝到最后一针，我们的第一针呢，需要把它缝2次，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结实。再回头再缝1次。那缝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是往回缝，这样子的话会在每一个间隔没有缝到的位置呢，我们又可以再把它缝回去。那缝到一样是另外一边的第一针，我们记得一定要也是一样，要缝2次做固定。到这边记得要2次固定，那这样子我们就缝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缝垫片，那一样是在底下勾住线头以后，我们再缝1次固定。这个一样是对针缝，就是一针上一针下。那记得我们缝的位置呢，要把线藏好，又可以把垫片把它固定住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完成4个点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包包就做好咯。那希望这个影片你能喜欢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铃铛哦。